印度为何要撕毁意大利企业7.5亿美元军火合同？如今又为何要重新求合作？意大利人找到中国签下100亿大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据印度媒体报道，近日，印度国防部门宣布将解除意大利航空公司莱昂纳多及其子公司阿古斯塔韦斯特兰的禁令，允许意大利公司与印度国防部门开展业务活动。而前提条件便是意大利公司不对印度国防部提出索赔要求。此则报道引起了诸多关注。印度国防部与这家意大利公司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到2006年，当时印度国防部对外招标12架直升机，以提供给印度总理等高官使用，包括一些著名的直升机制造商，如美国西科斯基公司、俄罗斯乌兰航空等参与竞标。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意大利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的 EH101 直升机以及 AW101 直升机击败了美国的 ACE-92 直升机，与俄罗斯米17V 直升机赢得合同。意大利企业与印度国防部签订合同，印度国防部将从这家公司采购12架直升机，总价高达7.5亿美元。本来此事已经尘埃落定，但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2009年，印度兵工厂委员会前任主任被逮捕，原因是参与受贿。随后包括以色列、德国、俄罗斯、新加坡以及2家印度本土军工企业，共6家军企遭到印度国防部的禁令。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内部开始大规模排查军工订单受贿现象，很多国外订单受到影响，不得不暂停，其中就包括了意大利的12架直升机。2014年，印度前空军总司令申德拉帕尔泰吉亚被捕。通过调查得知，在当年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参与直升机竞标的时候，私下给泰吉亚塞了6800万美元的回扣，这也是意大利企业能击败美俄拿下订单的原因。事情曝光后，意大利企业多名高官同样遭到调查而辞职。同时，印度国防部宣布，从2015年起，将对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及其母公司莱昂纳多公司实行10年禁令，也就是直到2025年之前都不允许印度国防部与意大利企业有业务往来。不过很显然，印度人并没有等到10年，6年后自己就解除了禁令。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据印度海军退役准将的说法，印度国防部对意大利莱昂纳多的禁令，导致如今很多印度军工计划施展不下去，包括127毫米舰炮、用于蝎子号的潜艇的黑鲨鱼雷，以及20多架海王海军直升机的终年升级，损害了印度海军的作战准备。说白了，印度军工业不具备自行生产与维护这些武器的能力，而这些武器多少与意大利企业有所关联。如果不继续合作的话，这些武器很快便失效。可以说，当初印度人有多硬气，现在就有多弱气。毕竟，国防实力考验的可是本国的制造水平，水平不行，可不就只能求人吗？而且，印度国防部还怕意大利人翻旧账，特意声明要禁止意大利公司向印度索赔，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再说另一边，意大利公司如今又如何了呢？当年丑闻爆发，对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冲击很大，不少高官被调查。最终，阿古斯塔韦斯特兰作为独立子公司的权限被取消，如今已经完全并入到母公司莱昂纳多中。而在印度碰壁后，莱昂纳多公司又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在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民航客机 CR929 公开对外招标合作商之后，作为意大利航空工业巨头的莱昂纳多公司立马宣布要登陆中国市场，并且派出代表就 CR929 的合作与中国商飞谈判，成为中国商飞的合作伙伴。根据莱昂纳多公司文件显示，应中方要求，莱昂纳多公司需要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为此，莱昂纳多选择与中建材合作，在江苏张家港投资建厂，并获得了中后机身、后机身前段和后段3个工作包，成为 CR929 项目中的大赢家。据获悉，莱昂纳多与中国商飞签订的合同价格预计达100亿美元，合作持续到2040年。合同签署后，大部分的工作将在中国完成，约15%的工作由莱昂纳多公司单独完成。可以说，意大利企业当初在印度市场碰的壁，在中国市场成倍追回来了。回过头再来看看印度，如果说印度国防部当初是为了打击腐败而给意大利企业下禁令，倒也是无可厚非。但如今看来，这其中似乎都有水分。
如今，印度再与意大利企业寻求合作，有一点原因便是要求意大利企业对127毫米舰炮的升级。但其实不久前，印度国防部刚刚撕毁了美国 FMC 公司北方军械部的127毫米 Mk45型舰炮的合同，理由却是按照自力更生的印度政策，印度海军需要购买本国巴拉特重型电器有限公司制造的升级版奥托梅拉拉76毫米舰炮。为此，美国企业已经向印度国防部提出索赔请求。一方面，很明显，印度自己没有生产类似舰炮的技术；另一方面，却随意撕毁已经签订的合同，这其中有何猫腻，恐怕印度国防部很是清楚。而就在不久前，印度从法国购买的阵风战机也陷入类似的情况中。一家法国调查杂志日前表示，在2016年，印度向法国购买的36架阵风战机的交易中，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曾向一名中间人支付了至少750万欧元的秘密佣金，以帮助达索公司获得这一价值数亿欧元的军购合同。此前就有印度议员怀疑，印度国防部以87亿美元购买36架阵风肯定有猫腻，因为一架阵风竟高达2.4亿美元，这比美国卖给盟友的 F-35战机都贵上不少。如今提起印度军工，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万国造这个词。由于国产制造业的缺乏，印度每年花重金从国外购买大量武器，而由于各方面原因，印度市场又是极度不规范。一方面，国外军工企业将印度视为冤大头，将自家武器价格翻几倍卖给印度，为了获得竞标，不惜给印度官员送礼，导致印度签署了不少离谱的合同。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又随意撕毁合同，毫无诚信可言，这也成为国外军工企业头疼的地方。最终就是看谁能找到的关系硬，谁就能在印度捞钱。看似繁荣的印度军火市场，实际上就是一滩浑水。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尤其是国产军工业能力的显著提升，这让印度明显感受到了压力。近年来，印度也不断扩大军事领域的合作，甚至提出印度制造2025口号，要求国外军工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本国，同时扶持本国私营军企的发展。不过，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效果也并不明显。国外军企并不愿意将自己先进的技术引入印度，只愿意拿出一些老旧的技术来换天价合同。印度的国有军工企业各种办事拖沓，缺乏独立制造能力，严重拖了印度军工的后腿。而当前现状本是印度私营军工企业发展的好时机，但印度强大的国有军工集团又不允许私营军工企业分他们的蛋糕。一些本是响应口号而成立的印度私营军工企业，在几年后就因为经营不善而纷纷倒闭。这就是目前印度军工业的整体情况。